马斯克和特朗普他们之间的变局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直福加天星星加金门加冷水，矛盾会迅速的这种爆发。特朗普到底能不能撑过他的任期4年？这个凶猛盖头，2027年之前性命自由，也就是说他还会被别人暗杀。马斯克他未来会不会真的是弃商从政？他一定会从政，一定会从政，绝对会从政。那是不是现在就是他从政的最好时机？对马斯克有压制的这种格局，背后其实还是有更大的力量在博弈。大家好，我是道源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耀，欢迎回到我们道源看世界的系列节目当中。网上最火的事件啊，当属马斯克和特朗普他们在公共的这个社交媒体啊，已经开始开撕了嘛。道源老师去为我们来解密一下他们之间的变局为什么会是这样子。利益一致就会在一起，利益不一致，那么就会分化，是不是？从人事这个上面，人事是不是要听天命的？对，所以起了一个盘，这是从第二个维度，对，就听人事和听天命嘛，他是否是真的是真情破裂？对，还是说故意演戏？对，还是故意演戏？所以我就起了一个盘，我们是起盘是以自己的日干来定盘，比如说我们日干来定特朗普，那么时干就是马斯克，日干特朗普落正三宫，马斯克呢临直福，那正三宫呢为直福加天星星加金门加冷水，那直福为当前主导的能量，金门呢又主口舌是非、公开的争执，冷水呢又主变动，所以显示这个矛盾会迅速的这种爆发且公开化，所以大家就看得到了，爆得很快，和这个特朗普之间突然就闹分手了，特斯拉的股票是不是大跌？一落千丈啊，就大跌。你看马斯克，他的能力也很强嘛，是吧？然后他在盘中的表现就是他主动的挑起这个争端，公开讽刺这个特朗普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这个星盘里面也有天星星，天星星是一个吉星，虽然有金门啊，这个凶猛盖头，但最终呢，他只是做一些攻击性的言语的这种宣泄，从这盘上面看，他还是归于理性回归。我们这个时干落在那个天星星，天星星它是一个吉星啊，在关键的时刻，然后向特朗普就示好，最终我们都知道结局啦，特斯拉的股票又回来了，对，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操控股价啦，还有引导这个资本市场变化的这样一个手段嘛，其实演了一颗戏嘛。那马斯克他未来他会不会真的是弃商从政呢？我在这里做一下预设，好，就是马斯克一定会从政，一定会放弃他现在的生意，专心的从政。没有说放弃现在的商业了啊。比如说我们中国，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。对，你读书读得非常的优秀，然后的话你就会走仕途，没错。你在仕途走得很稳的话，然后的话呢，仕而优则学，然后的话你就会要培养有学识有才华的，仕途和学文都做得很好的人，就一定有人从商。所以马斯克从商从得那么好，对，世界首富，所以叫商而优则仕，就从政，他一定会从政，绝对会从政。那我们如果从奇门盘的这个格局当中，我们怎么去分析一下马斯克这个从政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？我们看他的奇门格局，因为那天我起盘嘛，哈，对，因为什么呢？马斯克的那个落宫啊是对七，对七宫，白虎加杜门加戊入木，戊代表财星嘛，就短期你看到财星会受损，短期亏钱，然后的话，你的天印星虚辅，代表他的短期的这个舆论热度啊，就比较支持他嘛，所以他搞了一个什么美国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短期的舆论会给他支持，并且把它转化为实际权利。没错，而且他又收购了那个推特嘛，就是有宣传的这个工具嘛，所以短期的是钱财星入木，就钱会有一些亏损，但是它会化为什么权利？那么再看特朗普的能量，直福当前，直福就是最大的神啦，直福和9天在奇门遁甲里面都是最大的神啦。那目前它是代表执政方啦，那么金门遇马星，金门就是口舌啦，争执，金门就是
不安定了，不安定，有很多不安定因素，所以你看到，加州现在要闹独立，那么其他的这个州也在响应呢，这里出事那里出事那里出事呢，他这里也要公关那里也要公关，就多嘛，比较多，对，变化非常大嘛，所以好像跟这个马斯克形成了什么，对马斯克有压制的这种格局，对，但是本身自己的执政，微信也受到了这个影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看他上任以来一直都受到挑战，所以我们有关注到演讲的时候，他前面都是防弹玻璃，有2米高。对，因为他那一次打中耳朵了嘛，如果打中的是他的脑袋，可能格局又变了。所以因为他分金门啊，对，就下了分金门他就必须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惊弓之鸟啊，还保护好自己啊。没错。我们看到了关键宫位的矛盾，比如说开门主事业啦，是吧？那么临巽4宫就腾蛇加丁火，就变化多端了。一上台，比如说跟中国加关税，跟全世界加关税，然后到今天像开玩笑一样，对，因为什么？腾蛇加丁火，就注定了它就是这个变化。哎，刚才大元老师讲，马斯克可能真的他要从政的，那是不是现在就是他从政的最好时机？我们的盘面上看，是吧？它是经济利益来驱动它的，对，因为生门呐和那个空亡呼应，也就是说，它暂时从政的目的是要解决它的商业上面的那个目的。马斯克这个人从收购推特开始就开始在煽动舆情，对，控制舆论嘛，就控制舆论，然后呢，帮助了特朗普，得到了总统的位置，那么他可不可以煽动舆情？来为自己的美国党去造势呢？对，为他自己以后的政治的资本铺路啊。所以从盘面上看，生门和空亡相互对应，呼应了。从空亡中孕育出了这个机会。而马斯克又是一个布局长远的人，对，很会去埋伏笔。对，会埋伏笔的人。所以只要他想做，就没有他做不了的事。他想要卫星3天就3天了。比如说世界上第一台新能源车是他做的。那么政治形态他想要改变，他就想要改变，他就会改变，突破常规。对，他会突破常规，但是短期来看，只是完成他商业的目的。没错。长远来看，是一个长期的这个政治布局。那道元老师啊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美国的局势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动荡，越来越混乱了。其实尤其呢，我们看到新闻当中，洛杉矶的暴乱其实刚刚爆发。那么特朗普呢，甚至直接出动了这个国民警卫队去镇压他们。那从奇门盘来看，特朗普到底能不能正常的撑过他的任期4年？有没有被弹劾的可能性？首先我们看这个特朗普，因为他命宫逢子府，没给任何人面子，这就子府的特性。对，我是老大，对，子府啊，大家都听我的。对啊，他又分金门，又分马星。我讲的金门就是惊弓之鸟啦，金门就是惊险啦。对，特朗普的人生会遇到不好的危机。所以从盘面上看，在2027年之前，特朗普有可能还有一次性命之忧，也就是说他还会被别人暗杀，还要再杀一次。所以我们看他9宫嘛，离9宫他分3门分朱雀嘛，就构成血光之灾这个象，有这个格局。他命宫又分子府，没错，所以好战好斗，一个70、80岁的人，还那么好斗，你想，他还怕啥？他不怕的。对，其实我们的节目呢，就是仅代表这个嘉宾观点，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，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动乱啊，或者说希望这个世界不太平啊，我们还是仅以学术讨论嘛，仅限于起盘，只是一个术数的学术的预测啊，只是一个术数的这种结果。对，没错。那在他的这个任期内，他是否能够正常的完成他的任期的这个工作呢？我刚才讲了嘛，第一个，他在27年有可能会暗杀啦，对，暗杀成功了就任期结束了，暗杀没成功，对吧？那就有第2种情况啦，第2种情况就弹劾风险了，就把总统抓进去了，把总统抓进去弹劾，然后这样子的，没错，对。那盘面上面怎么跟我们去分析？就盘面上，因为它是你看前6宫，根加根有畸形，所以双根畸形就是为法律的连环枷锁，所以对应的就是特朗普面临的4起刑事指控，比如说干预选举啦、机密文件案啦等等等等，6合分3门，比如说婚姻啦，6合就很好了，是吧？6合代表合作关系，如果6合分到3门，就显示着他的团队内部会分裂了，可能会主动的拿出特朗普的这个证据，然后的话举报他，去他和民进党合作，然后的话呢去推动这个弹劾的程序，
好，那听完今天您的分析，其实不管是马斯克的未来，还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，我们觉得背后其实还是有更大的力量在博弈。对呀，那我们也很欢迎大家，如果对于这个事件和未来的这个预测有什么看法呢和想法，也可以在这个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啦。我们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讨论啦。当然，如果大家也想学习奇门遁甲预测的一些方面的知识，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助理的 WhatsApp， 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。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啦。好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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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